这2年，司美格鲁肽几乎被捧成了减肥界的神药，很多人觉得它就是一条捷径，不用太运动，不用太控制，甚至打几针就能瘦。还有人觉得它根本不只是减肥药，酒瘾、炎症、阿尔茨海默症好像它都能管。很多人只知道司美格鲁肽是网红减肥针，却不知道它从实验室到临床走过了一段长达30年的科学长跑。故事要从天然 GLP-1 说起。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人吃完饭后，肠道会分泌一种叫 GLP-1 的激素，它能精准刺激胰岛素，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这简直是身体自带的降糖加控制体重信号。但它有个致命缺陷，在体内几分钟就被酶分解，根本没法直接做成药。于是全球药企开始了一场改造 GLP-1 的竞赛。最终，丹麦的诺和诺德走在了最前面。诺和诺德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巨头之一，全球代谢疾病领域绝对龙头企业。从1994年起，诺和诺德的团队花了10几年给 GLP-1 分子结上脂肪酸链，让它能和血液里的白蛋白绑定，延长半衰期。终于在2010年推出利拉鲁肽，这种药只需每天打1次，先获批2型糖尿病，后来又获批用于减肥。但科学家还不满足，2004年，诺和诺德启动了更长效的项目，目标是1周打1次。团队测试了近4000个分子，做了3大关键改造，把第8位氨基酸换成 RB， 抵抗酶的分解，在第26位接上更长的 C18 脂肪酸链，让它更稳地挂在白蛋白上。司美格鲁肽听起来完美，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很多人花几千块去打它，却根本没搞清楚3件事：第一，它到底是给谁用的；第二，它现在到底被证实了什么；第三，盲目跟风的人最后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今天这条视频我们不聊营销神话，只聊公开证据、真实风险和普通人最该知道的底线。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司美格鲁肽，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说减肥药。这不奇怪，因为过去几年它确实靠减重效果彻底出圈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是在医院，而是在短视频、医美广告和减肥博主的分享里。但问题是，司美格鲁肽最初根本不是给普通人想要瘦几斤而设计的美容产品，它本质上是一类 GLP-1 受体激动剂。如前面所说，其实 GLP-1 最早用于2型糖尿病管理，后来部分剂型和剂量才被批准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翻成人话就是，它首先是处方药，而不是网红瘦身针。而且它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没用，恰恰是因为它真的有效。比如在 STABLE1 试验里，68周之后，司美格鲁肽组平均体重下降大约 14.9%， 安慰剂组大约 2.4%。这个差距已经足够让它从医学圈一路火到大众圈。但也正因为效果强，很多人只记住了一件事，它能让我瘦，却忘了问另外几件更关键的事：它适不适合我？我是不是该在医生指导下用？它被吹成全能神药，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而接下来这一点才是它最容易让人误判的地方。司美格鲁肽为什么会被越吹越神？因为它身上叠了2层吸引力。第一层是已经比较明确的效果，对于符合指针的人群，它确实可以帮助控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改善血糖，同时带来比较可观的减重效果。第二层是它正在被研究的更大想象空间。这几年 GLP-1 类药物的研究范围一直在扩大，除了糖代谢和体重管理，科学界还在关注它对酒精使用障碍、脂肪肝、炎症反应、心血管风险，甚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潜在影响。比如在酒精使用障碍这个方向及酒瘾控制研究，2025年有一项随机试验，样本量只有48人，观察时间也只有9周。结果显示，司美格鲁肽组在酒精渴求和部分饮酒指标上确实比安慰剂更有改善趋势。但这句话翻成人话就是，它值得继续研究，但远远没到普通人现在就能拿来戒酒的程度。至于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方向，现在也已经推进到了更高级别的临床研究阶段，这说明医学界很重视它，但正在研究不等于已经证实，更不等于现在谁都能用。很多人一听到这里就会自动脑补出一个结论，这不就是下一代万能神药吗？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有前景不等于适合所有人，对某些受试者有效，也不等于你现在就该跟风。说白了，司美格鲁肽最容易让人上头的不是它没用，而是它看起来好像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现在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部分，普通人到底该不该盲目跟风？我的结论很明确，不能把它当成想瘦就随便上的捷径。先说第一个现实问题，它不是没有代价。目前更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腹泻、便秘、胃部不适。在体重管理相关研究里，因为胃肠道副作用而停药的人大约是 4.5%， 安慰剂组大约是 0.8%。 这个数字不算夸张到吓人，但已经足够说明一件事，它绝对不是打1针就轻松瘦的无代价方案。
这里补充说明下，所谓安慰剂组，就是针对研究目标药物的对照组，给的是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完全没有药效的假药片、假针剂，用来排除心理作用、自然变化，只对比药物真效果。另外，胆囊问题、胰腺炎风险以及一些特殊人群的用药限制，也一直是这类药物必须严肃评估的部分。说明书里写的从来都不是摆设。再说第二个现实问题，它不是打了后就能一劳永逸，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种替你减肥的有效工具，但更准确的说，它只是暂时帮你把食欲和代谢环境拉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如果你的饮食结构、你的活动量和作息习惯完全没跟上，停药之后体重回升，这一点都不奇怪了。这里给你一个很常见的案例，比如有人本身并不属于肥胖，也没有明确并发症，只是想在短时间内瘦几公斤，就自己找渠道上药。前几周体重确实掉得很快，但很快就开始持续恶心、便秘、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状态很差。后来药停了，饮食节奏也乱了，体重又慢慢反弹回来。这个案例最扎心的地方不是药完全没用，而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最适合用药的人，结果反而造成了其他对健康不利的影响。第三个现实问题是适用人群。这类药物的逻辑从来不是谁焦虑谁去打，它面对的是有明确医学需求的人群，比如糖尿病管理或者符合长期体重管理指针，并且需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的人。如果你只是想快点瘦几斤、拍照、上镜、赶婚礼，就把处方药当成美容工具，那你承担的往往不是变瘦的惊喜，而是风险和边界被忽略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很大，甚至造成健康的不可逆。所以真正决定它对你来说是工具还是坑的，不是它火不火，而是4个问题：你符不符合指征？你有没有医生随法？你有没有副作用风险？你停药之后怎么办？所以说到底，司美格鲁肽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骗局，也不是万能神药，它是一类非常有潜力的代谢药物。在糖尿病和长期体重管理领域，它已经展现出了明确价值。在酒精使用障碍、脂肪肝、炎症，甚至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些方向上，它也确实值得继续关注。但请记住一句话，一个药物有前景和它适合你现在就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是符合医学指针的人群，这类药物也许能成为医生手里的有效工具，但如果你只是因为焦虑跟风想图快就把它当成捷径，那你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代价。真正成熟的健康判断不是听到一个药火了就急着站队，而是先问自己，它解决的是不是我的问题，它有没有足够证据支持，以及我愿不愿意为它的风险和边界负责。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以为司美格鲁肽真正帮自己解决的是肥胖，但很多时候它优先压住的其实是食欲、冲动进食和短期进食行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原本的饮食结构没变，作息没变，活动量没变，对压力和情绪性进食的处理方式也没变，那么药物一停，原来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又会重新接管身体。所以很多人不是输在药没效，而是误以为药物可以代替自己重建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越把它当捷径的人越容易在停药之后失望。最后我把问题留给你们，在评论区你可以直接回我一个数字：1，如果效果够好我会心动；2，再火我也不会碰处方减重药；3，只有医生明确建议我才会考虑。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再补一句，你最担心的是以下哪一个？1，副作用；2，停药反弹；3，过度营销导致普通人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否适合用药。我会从评论区里挑最多人关心的问题做下一期，比如 GLP-1 到底是怎么影响大脑、食欲和代谢的。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本视频内容仅用于健康与医学知识的科普，不构成任何医疗或个性化饮食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专业医生或营养师。